好，我们刚刚讲到了，现在川普的策略不太一样，特别是在乌克兰这一块。以前呢，拜登每次只要讲到泽伦斯基，就说：“哎呀，民主的斗士啊，等等。”没有，现在呢，他对他讲话很不客气，甚至直接开骂了。来，为什么？原因是他说我派了一个财长去，要跟你签协议，结果什么？你在睡觉，这么 rude 无理的对待。好，大家就在讲啦，怎么会这样？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原因是因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他们也公布了照片，说其实有啊，他有跟他见面啊。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不是只有川普这样讲哦，马斯克也这样讲了，说呢，现在呢他是被全民唾弃、不敢改选的总统，还说呢不敢，就是因为怕自己输很惨啦，他不敢啦。这不就呼应了前几天川普在讲的，说基本上他就是一个独裁者吗？甚至连美国的国安顾问现在也说他们非常失望，因为呢，现在他们觉得乌克兰是必须要签一个矿产协议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提供这个机会，你现在不拿的话，那个感觉就有点像是，现在不拿这个机会，以后可能这个机会就没有咯。目前持续这样看下来，有没有觉得美国就是说，你第一，该走了。第二，你要跟我签矿产协议，我们才有办法继续的减缓批评，甚至仔细的来跟你讨论下去。目前呢，这一切的一切，大家都在说，泽伦斯基讲，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有跟美国在努力的达成一个有用的投资安全协议呀，而突然叫停的不是呢，是应该是你们吗？原因是因为本来我们应该是富有成效的一个谈判啊，但是呢，在会后要召开记者会的时候，是美国说要把记者会给取消的啊。现在其实在联合国当中，其实美国呢也传出了说不签支持乌克兰决议，甚至呢还反对 G7 去谴责俄罗斯。这个以前拜登有可能吗？这个真的是180度的大转变。还有人说啦，川普跟泽伦斯基注定不合，是因为6年前的一通电话传出呢，说其实呢那个时候刚刚开打之前就出包了，而且呢那个时候还导致了这通电话，因为那就是在讲嘛，说川普啊，你们是不是有跟乌克兰这边有什么交易等等等，还害他被弹劾你说这个不是仇人是什么？现在是不是看到之后分外的生气呢？现在呢，川普讲了，我没有要跟这个泽伦斯基谈了，除非他先签那个矿产协议，我们再来谈一谈。普丁是可以聊一聊的好朋友嘛。目前要求他们要有，比如说啦，喝咖啡聊未来是不够的。普京讲啦，我们要确保一些俄乌的解决方案，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当然，这不是简单的事情，但是这个是必要见面的条件之一。而你也看到王毅要去莫斯科访问，所以俄中关系基本上呢，你不用想说是因为川普想要去拉拢普京，俄中这一边就会稳固或者动摇，拉夫罗夫直接打消了你这样子的一个念头，因为俄中是稳定国际情势越来越重要的因素。甚至呢，现在王毅直接讲了，中俄友善的根基是牢不可破的，所以也不用讲说呢是讨论什么与美国关系啦，反正呢无论形势怎么样演变，中方俄方不折不扣会继续在新的一年继往开来。所以这一些种种的因素左排除右排除之后，亮哥好像看得出来，就是唯一不排除的就是川普现在真的看泽伦斯基没有很顺眼。泽伦斯基啊，在川普越过他跟普京通了电话，然后又直接派两方的外长到沙特阿拉伯，这连番的操作就让他非常不满的啦。那后来美国的财政部长又到基辅公开要求矿产协议签，所以泽伦斯基现在就是已经公开讲说，没有他参与的任何协商他一概不认。那矿产协议他就不认嘛那问题是美国美国现在对矿产协议的认知除了一方面大家都认为他要把他自己的钱要回来对，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用意啦。是吗？因为这个矿产还没有开采嘛，到时候美国就要派公司去开采，那依照美国的法律，他就可以派民间的保安公司一起去，那名为维持秩序啦，那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产生维安的作用，那等于就是说变相的美军
不是美军啊，可能是私人的保安公司，就是美国的私人保安公司进驻在你这里，那俄罗斯就不敢打你了。他是想要发挥这个点子，你知道吧？那他的本来的谈判的架构就是说，乌克兰现在跟我签了矿产协议，你川普要不要赶快，你那个普京要不要赶快来跟我谈啊？他认为他这个是一个跟俄罗斯要价的筹码。对，结果现在乌克兰不理他，我讲白了，那普京也不急啊，因为战争对普京有利嘛。所以我们就看到普京在昨天就猛力的打库斯克嘛。是。现在听说苏甲已经被包围，而且俄罗斯军队还可能进入乌克兰去包围苏梅啊，那你乌克兰就亏大了。那我觉得川普现在也假装没看见，就是我这边就是跟你要资源，然后你还不上谈判桌，我就让俄罗斯打吧。我觉得就有点这个味道，所以等于是美俄分进合击在施压，要他上谈判桌啊。那俄罗斯要的就是领土嘛，大家都知道，然后还有取消制裁，然后还有乌克兰不能参加北约啊，后面2个都已经答应了，就是不参加北约，然后那个取消制裁，还有跟美国恢复正常外交，都答应了。现在就剩下领土的部分，那领土你如果不要来跟我谈，我就再打啊，我就打更多，看你到时候怎么谈。现在就变成这样，所以我觉得美国是有点急了，因为美国是这里面最急着要赶快结束的。对，因为川普认为乌克兰的战争拖住他，那让他不能够专心的去搞他的贸易战啊，所以他希望尽快结束。所以我坦白说了，最后结局可能也会很残酷了。跟当年雅尔达密约一样了，中国大陆被牺牲啊。那史达林就叫罗斯福自己去搞定蒋介石啊，蒋介石那时候是非常的愤慨，还是只能接受，因为你需要苏联出兵啊，所以我跟你讲，这种已经进入那种大国外交啊，那你乌克兰，你如果不赶快上谈判桌，你未来可能会失去更多，就是变成这样的一种大国政治了。所以坦白讲，看起来是感到非常无奈跟悲哀。可是问题是，川普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他从来没有改变过立场，他本来就反对这场战争。所以你的不幸是拜登造成的。川普现在的逻辑就这样，而且他还说，你还协同拜登一起来骗大家，所以这个已经在就责了，你知道吧？所以我是觉得乌克兰最好认清现实了，跟赖清德一样。请教帅将军。这个东西很简单嘛，你今天要泽伦斯基去签那个矿产协定，不是卖身投靠最后的一张东西了，没东西可卖了，家里没东西了，家破人亡了嘛，你最后那点家底子都要被抄家了，所以当然打瞌睡装睡不接见那个财务负担，你来谈我的这个最后的那点东西，我当然不跟你谈了。第二个，普丁为什么要骂泽伦斯基呢？因为泽伦斯基以前到处都在全世界每个国家和平了、自由国家了、反抗邪恶，现在普丁的意思说，你不愿意签和谈，你就是很糟糕的人，所以你根本不配当个总统，给你这个签约的人施压。你去战场上已经失去了态势了。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到签订停火协定以前，普丁一定是全力在占更多的土地，是根本就不让你还有一点点借口，什么还有占领俄罗斯的土地跟我交换，我跟你换个屁啊，对不对？所以现在问题是，泽连斯基很惨了，面临双管齐下，夹杀，这个，所以他还跑去跟中国求援，中国怎么来援助你嘛，对不对？普丁天天骂你不谈，你根本不够资格，甚至你不够资格谈。俄罗斯拼命打，所以这个问题啊，从你当初当总统启动这个战争的时候，你就没有算清楚这个仗该不该打。就今天我们台湾面临的问题也是一样，你要不要打？要不要用保全实力来跟他来做这个？所以一个领袖啊，他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孙子兵法》第1章第1篇第1条就讲的，国家要很谨慎的来处理战争？
因为不是军人怕打仗，是军人最了解战争所带来残酷的景象，是家破人亡，血流满地。你看乌克兰就是这样子嘛，居然台湾老百姓还在很虚幻的依赖说美国可以出兵保护台湾，我们搞了一辈子军事，出兵要有出兵的条件，要有出兵的能力，最重要还要有出兵的意愿。川普的意愿是什么？关税可以解决他一切的问题。你们将来美国老百姓不要怕通货膨胀，我免除你的所得税，就搞这些名堂嘛。那川普全心全意要打这个经济作战，他哪里有心思去整顿他的国防实力啊？美国国防很惨了，现在被挖出来，你军中的贪腐问题比大陆还严重啊！连小兵的伙食费都要克扣啊！中国以前啊，克扣军粮啊，军队是哗变的。我跟你讲，美国小兵每个月要交400多块伙食费，1/3的钱不见了。餐厅里面，我在美国餐厅吃过饭了，我吃了1年，我就不吃了。就是你讲的自主的士兵呢，我就在军官宿舍里自己烧饭的，这实在难吃了，对不对？你们看宣传片是看航空母舰上的美国伙食费，你到他营房去看看。所以你想，我们以前笑大陆贪腐，抓这个抓那个，今天马斯克现在抓出来，他的政府什么不贪啊？为什么川普给国防预算减你500亿啊？你实在贪腐的太厉害了。买个咖啡杯$1700，啊，这个伙食费克扣了2/3，那这搞什么啊？是，对不对？所以现在我倒觉得，川普我还蛮佩服的，他真的把这个锅给掀开，美国这几十年来的内部肮脏不堪的东西都出来了，大笔的经费不知道到哪去了，那你裴洛西，你$2亿多的美金的家产你怎么来的？一年年薪才22万，你活几辈子也赚不到，可见这个政客的还有美国政府的旋转门太严重，美国的上将哪一个不是到军火公司去当 CEO，拿高薪？那你买军购的时候，难道你不高价买进来吗？对不对？我倒想看看什么样的咖啡杯$1725，黄金打的。但其实我们讲到乌克兰问题的时候，请教一下赖老师，因为很明确的就是现在你就是签，如果说后面还有一层说安全防护的话，那是不是表示说美国其实他想要两边都拿？我个人是认为，美国如果依照他们的财长所释放出来的讯息啊。确实是川普的一个他所谓的巧妙的布局了。这个所谓的巧妙布局就是说，因为他要签的是未开发的矿产，对，5000亿嘛，那是未开发，所以未开发的话，你还要投资下去，所以等于是那个矿产不会是很小的一块地方，应该是整个片区，而且很大的一块地方。那就美国人来说的话，过去他在中东也玩过这个把戏，例如说他占领过叙利亚的北部，然后他就控制了叙利亚的唯一的那个油田，然后他就派军去驻守。那个时候俄罗斯还在叙利亚帮他们跟反抗军打仗，但是美国的军队就在那里了，所以整个库尔德区就是库德族了，那个整个区里面就避免陷入战火。为什么？因为美军在了。所以等于是形同保护一样，那俄军在的地方，美国也不会去打，这形同一种保护，所以等于是相互保护、相互牵制。那对美国人来讲的话，如果说我能够切下这么一大片的矿产，如果说不管是在乌东地区或是在乌的西北啊，有关于铀矿或是钛矿，我们不晓得它的图怎么画，但是美国一定会说，那我这个是矿产是我的了，所以我要保护我的财产，我派兵过去的话。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会让俄罗斯感觉到麻烦？那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就逼着俄罗斯上谈判桌了？就尽快把这个停战协议搞定。所以，川普的这样的一个主张的做法，我的解读啊，我觉得后来那个财长气了，所以才把底泄露出来。你也可以看得到，原本应该是谈妥了，不然财长没有必要飞过去。是，然后说，所以万斯才特别跑去这个北约这么高层级的。跑到慕尼黑安全会议，本来就是说在那个地方签字了，结果泽连斯基不签了。你看他们整个翻脸，对，整个国安团队全部都爆发了，都整个翻脸，那就代表泽连斯基改变了。
泽伦斯基改变了，所以泽伦斯基现在不签了。那如果不签的话，不靠美国，他要靠谁呢？可以想一想。我们先进广告。好，带你来看到的是这个川普他现在到底是带领一个什么样的美国？有人就征问他这一题，说3个词来形容美国，听听他怎么说。Describ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just 3 words. What would they be? In 3 words? 3 words. Love, respect, and strength. That's a tough question. Joe Biden could have done that. I don't think so. I don't think so. 你觉得拜登打出来吗？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办法爱、尊重与力量。那您的感觉又是什么呢？其实现在在川普领导之下的美国，很多的角度、很多看事情的方式都已经跟拜登时期是完全的不同了。现在看中国，他认为啦，我们其实可以达成一个新的贸易协议呀，同时还强调，习近平快要来美国访问咯，有可能达成新的贸易协定，预期他即将要访问美国，但具体的时间什么都没有说啊，这讲的都是非常含糊不清，对吧？不过两造双方，川普这样讲，那不然问问中方这边的意见好了。所以昨天呢，在这个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人就直接就问了发言人，他的讲法是什么？希望美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与中方相向而行。那到底是有谈还是没谈？你看了还是不知道啊？可是川普看起来是释出一个善意，但是他却是大举的砍向了这个美国驻中使馆，因为呢，现在所有的人力啊，所有的开支都必须要裁减，所以呢，在这边他希望能够裁10%的人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规模其实蛮大的。原因是因为呢，你如果是觉得不太需要用到这么多人，你才会裁这么多人，对吧？那如果你们两边要很多的交往的话，那是不是也需要留多一点的事务官来帮忙呢？还是说川普觉得有什么需要，我跟习近平谈好就好啦？你们这些谈不了什么，那就可以节省人力呢？不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原因是因为现在他要打的就是关税战。关税战呢，很多人认为中方最大的这个一个顺差等等的国家呢，应该会有所影响。但他讲了，如果我的关税政策成功的话，美国人可能不必缴所得税。哇，这一句应该会让很多的美国人呢觉得说，世界都亮起来了，毕竟在现在经济状况不是这么好的情况之下。可是如果真的要这样子贸易交锋的话，中方直接讲了，不要动不动就讲关税这2个字，原因是因为你四处搞胁迫，你这样子没出路，而且双方谁都不会有赢家的。美国财长呢，贝森特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说呢，包括了关税啊，包括人民币估值，他们预计啦，周5的时候呢，将会跟大陆的同等级官员这一些内容都会进行讨论。他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有建设性的讨论，希望让双方彼此之间都能够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好，这样一些讲法呢，某些层面上面是不是也在帮川普在做缓急呢？还是说其实啦，确实中方现在有他们内部的问题，美国有他内部的问题啊。他们想要发展 AI， 但是呢，却是发现了在目前中国过年的时候发的一个这个 DeepSeek， 也让大家看到杭州的6小龙现在抢人才。很厉害啊，年薪最高154万元呐，一次呢就招52个位子，让大家就在讲啊，这一些呢其实都是人才库，以及把人才给留住。线下美国最缺的其实不也就是人才吗？马斯克呢，他现在推出了一个最新的 Grok 3，他讲了说他可以超越 OpenAI 还有中国的 DeepSeek， 同时呢，他也已经开放给美国地区的付费用户一起来做使用。而且呢，他就讲啦，彼此之间的这个大战正在开始当中。原因是因为呢，号称有20万张卡的这个 Grok 在霸榜之后，也就是他一上任之后，你看他马上就会超越了这 ChatGPT， 然后就变成下载的第1名，因为他让大家可以免费使用嘛。可是呢，问题是后来好像就不太能用了，所以大家就在讲，那这样子的一个霸榜又算不算数呢？彼此之间 AI
战已经开始较劲，请教一下亮哥 ，AI 战之前应该要是关税战，您怎么样来看？川普呢，他现在的讲法就是习近平会来访问美国。没有啦，因为他讲话都跳痛啊。习近平不太可能在川普访中之前去美国啦，因为中国做事的方法不是这样啦。中国做事给人家感觉是这个下面的官员大概都谈妥了，对，那才会往上就有最高峰的高峰会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只能够把它解读成就是说，川普并不放弃跟中国大陆达成一个新的贸易协议，你可以这样理解啦。OK，因为他的策略你可以看得出来嘛，他说你们赶快来跟我谈啊，不然4月2号我就要公布对等关税咯。对，所以对等关税实际上是一个威吓的手段。对，那个并不是他要真的这样干，而是说你们各国要知道你的状况嘛，因为你都知道你的税率嘛，美国的税率也都很清楚，所以各国就会紧张，就会去找美国谈。那我认为在4月2号之前，美国很有可能已经都跟各国搞定了啦，因为最近亚洲国家也很紧张啊，那都会去找川普啊，所以就会一个一个敲定啊。比如说越南很紧张啊，越南的贸易顺差高达1235亿，然后它的关税比台湾高多了，都吓死了，所以越南立刻表态说我愿意买天然气，就是已经开始了嘛。所以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也是这样，就是在表达给中国大陆听啊，因为中国大陆比较大只嘛，那目前中国大陆都是以静制动，因为他也不知道你川普要飞到哪里啊，就是子弹飞一飞啊，所以我觉得川普比较急啦，因为川普这个人就是希望明年的期中选举，他能够拿出一个漂亮的政绩，对，那明年他要胜选嘛，是，所以他比较急就是俄乌战争为什么要先搞定？因为国际油价会下跌，那这样有利于他的贸易战，然后接下来美国的物价上涨，因为有这个油价下跌来冲销嘛，所以就比较不严重。然后他从各国收到关税嘛，事实上他即将准备的那个全国的减税方案，即将要送众议院了，所以那个也是玩真的哦。对，那公司所得税要从21降到17耶，所以你去想，我觉得坦白讲，这个人话倒是没有乱讲啊，只是那个节奏比较乱这样啊。可是逻辑是很清楚的 OK， 就是我全国要降税，那我要从关税来补，那关税来补，我怕通膨，所以俄乌战争第一个搞定，把油价给打下来，那接下来我就准备收关税了，因为各国都会来跟我谈了。我觉得他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啦。好，听起来是蛮有节奏的，但是呢，你在看川普讲话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也安呢，那也安呢。好，来请教赖老师。川普讲话是把它简约化了，概念化、标语化所以很容易上梗。图像式这样，图像式的一个方式这是他的风格，因为他对媒体其实是了解得很深，对，所以他知道怎么为媒体所需要的这些梗能够产生图像，我觉得这是他的特点，所以他的讲话跟拜登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觉得大陆现在在做最坏的一个准备，所以您看前段时间邀请了这些有分量的企业家一起来开会，而且由习近平率领李强国务院总理还有政协主席，还有副总理管经济的，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些经济的部长都来，这个是一种动员，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在大陆来讲占80%到90%，然后国营企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等于是经济界里面总动员了，再加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在帮帮企业打通所有的障碍帮他们扫除障碍。这种动员的目的在哪里？在做最坏的准备的，也就是谈判增加底气。因为你做最坏的准备，你各种状况都盘算完了以后，然后开始应战。那如果美国要怎么样？最坏的状况，我们可以打到什么情况？那这样的话，你内心里面就有一个底气了这个底气就是谈判的一个筹码。那现在对美国呢？所以我觉得大陆是已经准备好了
在3月份的时候就完成了这些法律的形式，也就是说，从两会召开的时候，就会开始把这一系列的所有的政策全部用法案的方式来展开。那这是我觉得3月份就变成很重要，这是第一部分。那对于川普来说，他的政府也面对也是在于决战的关头了，因为所以你会看到川普的阁员里面分成2派，财经这一派的包括马斯克在内。马斯克现在是这个川普的最爱的闺蜜啊。对。这么这个团队里面，你会发现，这个团队基本上来讲，跟中国大陆他们比较主张是合作的。是。然后但是国安团队包括卢比奥包括他的安全顾问他们是主张跟中国大陆要硬碰硬的，也就是国安团队跟经济团队是不同的声音。可是你会发现，就是川普也让他们去表达各自不同的意见。因为川普目前来讲正在要做最后的一个决断，到底跟中国大陆是全面开打，还是跟大陆是要开始往和缓的方向来走，他在做最后决断。马斯克看起来是聪明盖世了所以马斯克跟他的团队跟他的伙伴们就在提醒川普，你可以按照你的直觉办事，按照你的尝试你的经验累积，你是有睿智人，你直接来做决定，不要去听那些国安专家，他没有讲的，那这是我加的。他的潜台词就是说，不要听那些国安专家的那种具体的分析，你就按照你的直觉走。我们商人嘛，商人的直觉，你看你的过去的政策常常正确，你就按照你的方式走，难道不就是在企图影响川普往后面的方向？这代表什么？目前川普举棋不定，在做最后的决断。好，请教授杨军会怎么看？首先，我们讲川普回答的爱、尊重跟力量，我们的解读是，他只爱他自己，爱他美国。American Great Again， 对你加沙走廊死那么多人，他不爱，对不对？他不会爱。第二个讲尊重，他只尊重有力量的国家，他尊重普丁，尊重习近平，甚至于连金小胖他都尊重，因为这些人敢说敢做，他尊重。其他的国家他不尊重，包括法国、意大利这些都不尊重。第三个力量，他的力量在美国在全世界本来已经到了巅峰，开始衰退，但是他要用这个力量来完成他最后的意愿，就拿军事力量也好，经济力量也好，达到他前面的目标，所谓关税。他认为关税是万灵药，甚至于说你们所得税都不要交。对，但是关税并不是他讲的都是一样的原则，他这里面也要经过跟人家磋商，你能让多少，我能降多少，我能增加多少，所以这个是精打细算的东西。关税战，第三个我再三讲，美国已经不指望用军事力量来达成他的战略目标，他用经济力量，所以他在打 AI 科技战、创新战。所以你看到习近平也在做对应，为什么这次招这几个杭州六小龙的这些？因为他真的未来他看出来，川普未来的战场就是服务业、金融业跟科技上跟他的对仗。那中国大陆正好科技战出来一些人才，当然要把这几个找来，就是你是跟我将来跟美国主打的主力。是好，美国为什么要裁选大使馆的人员？我已经看穿的问题了。你知道香港内乱的时候，香港在美国大使馆在香港有多少人？超过2000人。对，这些人不是给你国家做什么外交的，是在做颠覆工作的。所以为什么川普裁掉了国际开发总署那个单位？那个单位本来就做颜色革命在那里，所以在美国大使馆里面很多人不是做外交的，也不是做军事情报的，他完全给你搞政治颠覆的。川普说：“我根本在这个战场上，我已经不想再搞了，不想跟拜登以前那些搞法，所以这些人我大量的裁，真正做外交的就不需要这么多嘛。”美国大使馆都是编制很庞大，你说真正是在做外交吗？大部分正在做情报啊，做什么情报？做颠覆性的情报。你不是光，因为现在科技、卫星、监听、电侦已经可以获得很重要的情报，还需要这个匪谍跑去跟人家什么搞个小三那种搞法？我们曹锡成那个小老婆是吧？不是，不需要了嘛。所以美国裁大使馆，我讲是必然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看出来，未来的主战场，我一再强调，就是经济作战。经济作战，中国大陆也做好最坏的准备，
但每个国家都有最坏的准备啊，但是就会你收入下降嘛。在这个谈判交战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国家真的获利的了。是，那川普是算，他认为他可以获利，对。但是问题我说，这个经济战、科技战不是你一个任内可以做完的，所以也有人讲嘛，我就等嘛，你就4年嘛。哦，4年过去，万一是选举失败了，训练小川普，小川普。大家现在讲说没有啊，马克思也不是美国人。那个 Jenny Vance， Vance， 他会说 Vance。大家晚安，我是陈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退役中将邵华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玉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开始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昨天在台湾办的一个国际论坛，这个总统赖清德也有到现场来，不过呢，他抛了3大呼吁，说希望跟对岸一起来对话。但是呢，他这个3大呼吁，你给他仔细细项打开来看，会想说，总统是不是有点搞错时空了？哪3大呢？首先他说了，威权主义越集结，我们民主阵营就要越团结。再要来看到的就是呢，全球要打造一个绯红供应链，甚至呢要团结起来，因为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吓从不间断。这种感觉是在跟民主联盟、民主伙伴在喊话。但是要知道呢，你的那一套好像拜登比较买账，但现在美国总统叫做川普，他好像比较不信赖这一套。那是不是时空有点搞错了呢？因为现在呢，你要真的讲美中的话，川普他的儿子不也讲了吗？他们不要挑衅对方。现在看起来两边有没有可能是在做军事上面的较量？首先要来看到是歼36第6代机，又有新的照片出来了。好，这一回呢，讲法是说是第2次试飞，但是在官方这边都没有进行证实。对比的是什么？当对岸6代机出来的时候，美国却传出了说伙食费有可能会失踪啦，或是当兵的时候营房会发霉啊，甚至呢还必须要自己煮饭等等等。而且你知道那个伙食费失踪啊，是1.51亿美元。不知去向。好，这一些东西就会让大家觉得说，到底五角大厦里面川普说的贪腐啦、诈欺啊等等问题有多么样的严重。而现在呢，因为五角大厦也要在川普还有马斯克他们的要求之下，必须要好好来厘清一些财务的问题，所以现在被要求要删减是500亿美元的预算，说有可能因为这样，包括了2大司令部以及第5代战机 F-35的研发计划都有可能会受到波及，还有影响。那这样有没有可能就会造成盟友会因为像很多盟友都希望用到 F-35吗？会因为这样子而受到一些牵连呢？首先讲到是在南海，原因是因为南海现在又发生了一些空中事故。什么？这个是菲律宾有3架飞机进入了南沙岛礁被驱离。好，说在20号的时候，菲律宾有2架的 C-208 型机，还有1架的 N-22 型机闯到了南沙附近，所以解放军南部战区马上就起飞，同时呢将它给警告驱离。菲律宾的讲法是，你在驱离我的时候，你知道吗？距离我们多近？3公尺啊，我们差点就撞在一起啦。而你也必须理解一件事，这不是第一次。前阵子不是澳洲也说去那边，然后也是被驱离吗？虽然位置不太一样，可问题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这样已经变成一个 SOP？ 中方的态度很明显，甚至呢，他们的前副外长傅莹在一个国际论坛上面也直接的讲了，说这个基本上就是你抵近我们军事侦查，我们就会采取专业的规范来反制。而且他强调，这一切后面都看得到美国的影子，让中方非常警惕。一说到美国，美方发声了，美方的讲法就是谴责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危险操作，认为这样子呢对飞行员对飞机上的乘客都很不安全。好，所以大家就在讲了，这到底谁算谁，谁在亏谁？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当美中之间呢，其实他们已经开始有一些的化学交往上面的变化的时候，我们的总统还是死守原本的那一套，包括了民主阵营，还有绯红供应链，您怎么看？我这个哈利法斯论坛啊，上次蔡英文就去加拿大，就去参加哈利法斯论坛啊。
那个时候的基调就是台湾属于民主阵营，然后要对抗邪恶轴心啊。邪恶轴心指的是中国、俄罗斯、伊朗跟北韩。现在美国川普都在见普京啊，而且他都公开讲要邀请俄罗斯重新回到 G7+1，对，然后希望美国跟俄罗斯恢复元首互访。都讲到这个程度了，你还在搞邪恶轴心啊？我记得那个时候邪恶轴心，因为蔡英文，我本来以为这是卸任总统他个人想法，后来我就发现林佳龙外交部长还特别在以色列的报纸写了一篇文章，就直接讲邪恶轴心。所以显然这个思潮还是民进党的基调嘛。是。我不知道你有听过川普讲民主这个字吗？我更不要讲什么邪恶轴心啊。我到现在1个月，川普已经满月了，我没有听过他讲民主这个字，我也没有听过他讲民主伙伴、什么民主供应链，我从来没有听过。我不知道赖清德的幕僚是在干什么，就是你到现在还在活在幻想中，说，川普好像有一个民主阵营。我们现在反而是看到川普正在跟欧洲吵架，也在跟加拿大吵架，是，那要邀请俄罗斯回到 G7+1，所以我觉得台湾真的蛮可怕的啦。应该说民进党这个政府真的蛮可怕的啊，因为现在日本、韩国我们都没有听到这个调子了。对，现在全世界大概只有2个地方啊，在讲这个调子。那讲的最用力的就是台湾，就是民进党政府，那尤其是赖清德本人啊。另外一个地方就菲律宾啊，可是我认为菲律宾即将面临转弯的压力了。因为他内部他真的是整个分裂了啊。那杜特地啊，尤其是那个他跟他女儿啦，对，说这个他们觉得小马可是在这2年来跟中国对着干啊，那本来大概就是这个响应拜登号召嘛，那也想为自己增加一些支持度啊。那结果导致菲律宾几乎没有从中国得到任何好处啊。是。可是你看东南亚的国家是这样吗？包括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没有一个国家这样的啊。那你菲律宾何必这样呢？坦白说，这个南沙啊，你如果不是常常跟中国大陆在那边互相较劲啊，那搞不好大家就当作没看到，因为中国大陆他要的大概就是南海行为准则，能够尽快那个东协国家能够通过嘛。那现在唯一反对的就是菲律宾啊，那其他国家并不是没有主权争议啊，比如说越南啊，比如说印尼啊，也有主权争议啊，为什么人家可以接受？为什么只有菲律宾不能接受？所以我不认为菲律宾这个姿态在川普在做几个月之后能够支撑啊。因为川普对于那种双边的共同防御条约啦，或者多边的像北约啦，他其实兴趣不大。对，会不会到最后只剩下台湾啊？只有我们在讲全球民主阵营啊，对抗邪恶轴心，会不会只剩下赖清德在讲这个啊？全世界都在因应川普4月2号要公布对等关税，大家都在严阵以待。结果他在哈利法，这个对国际可以发声，是一个好的舞台啊。你讲的话，别的至少英文媒体一定会登的。结果你讲这种调子，我看卢比奥想要帮你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在川普的整个内阁里面，唯一的老朋友只有卢比奥。卢比奥都不知道怎么帮你啊。卢比奥都在欧盟就直接跟欧洲国家杠起来了。对，就你现在还在讲拜登的调子，你是以为拜登还在执政吗？
是我们想请教一下将军哈，原因是因为当国际间大家都已经看清楚，就是川普现在就不可能再跟拜登一样的时候，但我们就听到了同样的这个战略型的思考，这个是不是有点搞错？所以基本上赖清德这3点呼吁，那就空话还不说，根本不切实际嘛。你现在喊民主联盟，那是一种口号啊。我们看事实好了，美国不是跟欧洲的民主联盟来支持乌克兰，拜登说吗？现在美国第一个反了，欧洲现在也崩溃，没有能力嘛。乌克兰就是个例子嘛。你民主联盟能不能支持乌克兰在谈判上能够争取到任何一点？争取不到嘛。欧盟北大西洋公约已经分崩离析嘛，德国、法国、意大利完全没有再有意愿再去付这个钱，连美国那个大金主都不愿意付钱，所以民主联盟是个鬼话嘛。我们用事实看，我们不要谈理论了。第二个，你非红色供应链，这个老百姓还听不懂哎。我们每年从大陆赚的这个1700亿的顺差，你不要吗？不要。好，那你对美国、日本能够赚到钱吗？刚好我们是逆差，那就是说，你这个中国大陆是红色供应链的货物根本就断掉了，你这个利益断掉了，台商的利益断掉了，美国、日本能够补吗？补不上嘛。那好了，那你现在这个钱，国家的这个大笔钱没有了，再加上你台积电能够赚一点钱的又被人家挖走了，我请问赖总统，我们将来怎么过日子啊？你拿什么东西赚钱养活这2300万同胞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他讲的对，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吓没有间断，但是你拿出什么办法呢？你完全寄托在美国的保护，你看看美国对人车司机的做法，你应该醒一醒吧？啊，那边是一手主导的俄乌战争，美国都撤退了，还说乌克兰欠我3500亿美金。那你回过头来问，他愿意对台湾出兵吗？有没有出兵的可能呢？因为在西太平洋里面，就是台湾大陆东南沿海跟台海，美国已经没有军力的优势了，也没有这个意愿了。你看看川普上台所有对外的主张，连国防经费他都要砍呢。可是他国防经费的需求量比以前倍增啊，飞机要换，军舰要换，飞弹要换，都要发展新的，都没钱。所以你这样看呢，赖清德，我们台湾怎么过下去？保护力不足，交一大堆保护费，红色供应链的1700亿美金收入没有了，台积电赚钱的没有了，跟美国跟日本的逆差会加大嘛？你问问欧洲，他们买美国的天然气是多少价钱？4倍啊！我们那点光电已经造成台电亏损1000多亿，你还要发展 AI 啊？那个吃电的程度超过一个城市的需求啊！台湾已经没电了，那你还要增加火力发电吗？还要拿 PM2 把我们每个人都搞成肺腺癌吗？所以这个问题啊，无论台湾未来经济的收入、台湾的健康、台湾的这个国防，你这3点呼吁是一点用处都没有，而且还产生反效果。难道赚钱的你不要，亏本的你还要继续亏吗？所以这个问题啊，当一个国家领袖啊，你还看不清楚国际现实的变化，也不默察两岸之间的将来的危机、战争的危机、经济上的亏损危机，那你当个总统，你怎么呼吁这3点呢？你一点都不务实嘛。那今天两岸和平的话，就不需要面对美国的勒索、经济的衰弊，跟我们台电的所谓西顿的被人家挖走。所以这些问题是你该做的没做嘛？讲这些空话干嘛呢？有人听吗？你这个世界民主联盟已经处处都证明是失败的嘛？那你还寄望把我们所有的安全寄望在美国啊？今天网络上随便挑掉一句不支持台独，你就乐成那个样子啊？过2天又加上了，你怎么办？这些问题啊，我想台湾老百姓该醒醒了啊！是。好，我们其实呢，在刚这个亮哥就讲到，现在好像就剩2个地方比较在意民主联盟这件事嘛，所以我们就是菲律宾。但菲律宾呢，现在副营马上倒出来讲了，说背后是由美国势力。当然是哦，因为你看菲律宾在南海闹了一下以后，美国就马上跳出来了嘛，这好像就演了一场那个双簧一样，就是说
菲律宾先闹啊，然后比较小的弱的啊，然后那些旧的飞机跑到黄岩岛啊，然后去闹了一下以后，美国马上就谴责中国大陆。可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那东盟国家这10个国家里面有哪一些国家站在美国这边？结果绝大部分都没有。好，也就是说，除了菲律宾以外，9个国家都没有站在菲律宾，也没有站在美国这边，甚至大部分的国家，不管是马来西亚或者是新加坡等，他们都站出来谴责菲律宾跟美国，说你们在南海闹事，所以还把美国说成你以前是一个解放者，你后来是一个搅局者啊，然后你现在是包租公啊，每天都在这个地方闹事，然后坐收渔翁之利。这样的一个谴责其实都是蛮深的，而且是由新加坡的国防部部长啊，他出来谴责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换言之，也就是美国跟菲律宾这样的一个做法，在东盟国家没有得到响应，也没有得到支持。那你台湾还跟菲律宾站队，你台湾在跟菲律宾站队，说你要取消这个红色供应链，大陆的生产制造业是美国将近2倍，也就是说。你不管是轮船、高铁、电动汽车，甚至现在的大飞机，然后还有家电、电脑等所有的这些产品，中国大陆的制造业的体系是最完整的。这么完整的一个制造业的体系，连美国都做不到切断跟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红色供应链，连欧盟这么庞大的一个经济体，它也切不断。因为他之前想要跟中国脱钩嘛，后来说，我们没有要脱钩，因为脱钩不实际也做不到，所以他们才改说去风险化。然后你今天你要跟大陆脱钩，那你把台湾的企业厂商置于何地？你也把台湾的经济陷入一个极端的一个困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高风险，而且又很高危险的事情。更何况你的讲话得不到绝大部分国家，包括美国川普在内的支持，因为川普到今天为止闭口绝对不讲民主，他甚至把泽连斯基说成他是独裁者。那台湾当时民进党当局如何支持泽连斯基啊？结果你支持的是在于川普的眼中却是一个独裁者。我觉得这个是情何以堪？当初还不是说他是一个英雄然后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结果他的眼中是川普认为他是一个不合法，因为他的任期早在去年5月20号就应该要卸任了，所以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独裁者。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都给台湾陷入很不好的一个状况。还有一个我觉得要留意的地方是在哪里，就是说美国也看在眼内，大陆也有意的释放出它的6代机，其实一直在进步。那也就是说，它的速度已经比美国更快了。如果美国要用军事的威力来去压迫中国的话，美国绝对讨不到便宜。那因为他也不知道大陆还有多少款秘密武器会推出来，美国永远不知道。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坦白说，赖清德你还要挑衅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你也把美国看得太高了一点。好，毕竟现在川普好像已经跟拜登是完全180度的大转弯，不管是在乌克兰的政策上面，又或者是在对中的态度上面等等，我们继续来聊。